你可能不知道 Gemini 真正强悍的一面可能藏在那些你根本没点开过的按钮里。如果你每天都在用 Gemini， 却还是只是把它当个简单的聊天框，那么这个视频也许会对你有帮助。正好最近 Google 也更新了 Google Workspace 相关的 AI 功能，今天我就结合这个更新，向你介绍几个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生产力技巧，帮你打通一整套的全自动工作流。话不多说，那让我们直接开始。在聊具体功能之前，我想先向大家安利一个插件。怎么说呢？有了这个神器，你使用 Gemini 的幸福感会直接翻倍。如果你经常用各大 AI 平台，那么你肯定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 Gemini 不像 ChatGPT 或者 Claude 那样有 project， 也就是项目的概念。在别的平台，你可以把同一个主题的对话都打包在一起，通过项目进行管理，这样在回看的时候特别方便。但 Gemini 这边呢，所有的对话都堆在左边，一旦对话历史一多，那场面简直乱成了一锅粥。想找回前几天那段有价值的对话，跟大海捞针没什么区别。如果你也被这种混乱折磨过，我强烈建议你安装上这个插件。对于我来说，它最核心的价值就是终于能让 Gemini 的对话管理变得更有条理了。装完之后，你的左侧栏会多出一个文件夹面板，你可以根据不同的主题创建文件夹，把相关的对话全塞进去。你看我这里建了好多分类，而且它不光能建文件夹，还支持多级子文件夹，就像咱们电脑里的文件管理器一样，你想套几层都行。还有两个细节做得特别贴心，一个是导入导出，它导出的其实是你这套文件夹的配置文件，导出来就是一个 JSON 文件，哪怕你换个账号，只要把这个文件往里一导，原来的管理方案立马就能复用。再一个是云同步，它能把这些配置直接同步到你的 Google Workspace， 也就是 Google Drive 里，其实就是让你的 JSON 配置文件在云端实现同步，这样不管你在哪台设备上登录，这套管理结构都可以随时复用。它支持选中对话，然后右键添加到文件夹中，也支持直接把对话拖拽进文件夹，怎么顺手怎么来。你也可以开启归档模式，在这个模式下，保存进文件夹的对话就不会再占着下面那个主列表的位置了，整个侧边栏会瞬间变得很清爽。当然，如果你想在主列表保留显示也是可以的，全看你的使用习惯。除了对话整理，它还给每个 Gemini 对话中的侧边加了一个时间线的功能。以前随着对话越来越长，想找回前面的某段信息，你得一直向上滑动，并且还不好区分是 Gemini 发出的消息还是我们自己的内容。现在右边多了一个时间轴，你只需要点一下对应的节点，就能快速跳转到当时的位置，再也不用搓鼠标滚轮搓到冒烟了。此外，这个插件还有两个比较实用的功能，一个是 fork 对话，一个是引用回复。有时候我们聊着聊着突然想延伸出一个新的话题，但又不想弄乱现在的主线，这时候你点一下 fork 按钮，它就会直接分叉出一个新的绘画，而且还会带有之前的上下文。但随着 Gemini 自己本身的发展与迭代，现在官方已经集成了 fork 的功能，因此如果我们真的要使用的话，其实使用官方的体验会更好一些。如果你想针对某一段话进行深挖，直接选中它，点击引用回复，它就自动帮你填进对话框了。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这个插件还藏了一个平时虽然不起眼，但是用起来特别顺手的小工具。比如大家在用 Gemini 的 Nano Banana 生成图片时，生成的图片会带有 Gemini 的水印，但安装了这个插件之后，你只要和平时一样正常下载，它就能顺手帮你把水印给抹除掉，直接拿到一张干净的成片。另外，如果你的工作流涉及到资料存档或者复盘，那导出对话的功能也能帮上大忙。以前如果你想把一段有价值的对话存下来，过程其实挺折腾的，你要么得让 Gemini 先同步到 Google Doc， 然后再去下载，要么就得单独下载相关的插件。现在就简单多了，你只需要选中对话，点一下导出，然后就能直接保存到本地。而且它支持的格式非常丰富，不管是通用的 JSON、Markdown， 还是打印用的 PDF， 甚至是直接生成一张高清长图，全都能一键搞定。对于需要整理知识库的朋友来说，这个功能会非常省心，解决了好不好用的问题。接下来咱们来聊一个最容易被大家低估，但其实非常实用的功能 Canvas， 也就是画布模式。在传统的对话框里， Gemini 的回复是没办法直接编辑的，如果你想微调一下内容，要么得不停的复制粘贴，要么就得让它重新生成，非常影响效率。但现在有了 Canvas 工具，它可以直接在右边专门开一个画板， Gemini 在写完之后会把初稿推给你。比如说你要写一份长报告或者商务邮件，在这里面可以直接修改文字，调整格式。如果你对某一段不满意，直接选中这段内容，然后告诉他，让他修改的更专业点，他可以精准的把这段内容进行修改和优化，整个过程都在同一个界面里搞定，你的创作思路完全不会被打断。全部搞定之后，点一下右上角就可以转为 Google Docs 文档，或者是直接导出成 Markdown 格式也可以。但我觉得 Canvas 最厉害的地方还不仅仅是写文档，而是它能基于当前的聊天背景，帮你构建出各种实用的工具。
你看这里的选项，它几乎涵盖了从展示、学习到工具开发的各种需求场景。首先是这个 Web Page， 比如你刚才还在聊一个产品的落地页，点一下这里，它就能直接帮你把网页的原型给搭出来。如果你手头刚好有喜欢的参考图或者设计图，直接丢给它就行。Gemini 强大的视觉识别能力，能看懂图片里的每一个布局细节，帮你精准的把设计稿给还原出来。而且不光有排版，甚至连里面的按钮、链接和基本的交互逻辑都帮你写好了。接着是信息图，它最擅长处理那种长篇大论的逻辑，或者是极其复杂的数据。它会帮你把硬核的文字浓缩成一张带图表、带结构的可视化大图。相比起密密麻麻的文字，这种图的逻辑非常清晰，视觉冲击力也更强。不管你是要发给领导做汇报，还是发到社交媒体进行分享，都能让人一眼抓到重点。如果你是在利用 Gemini 学习，那接下来的 Quiz 测验题和 Flashcard 卡片你可以尝试一下。Quiz 会根据你刚才聊到的知识点，自动出几道带解析的题目，你可以直接在上面勾选答案，它会当场反馈对错，并给出详细的逻辑解释。而 Flashcard 则更适合用来学习那些生僻的专业术语，它采用的是主动回想的学习逻辑，正面是问题，反面是答案，你还可以标记自己是否掌握，系统会帮你自动追踪学习进度，直到你彻底记住为止。如果你平时有在通勤或者在做家务时听内容的习惯，那这个生成音频的功能会非常适合你。它会生成一段 AI 播客，模拟两个人在那里聊天，它不是生硬的读课文，而是通过对话的方式深入浅出的复盘你刚才聊到的硬核内容。你可以把它下载下来随身听，这种被动的学习方式也非常不错，很多知识点在不知不觉中就巩固了。最后，如果你想更深度的定制属于你自己的工具，可以直接在底下的输入框里描述你的应用，这里就是发挥想象力的地方。哪怕你的需求逻辑很复杂，或者觉得光靠打字描述不清楚，也可以直接把参考用的网页截图或者操作录屏发送给他。Gemini 强大的多模态能力能够看懂里面的布局和交互逻辑，并直接在原地把代码写好渲染出来。不管你是想复刻一个带实时图表的数据看板，还是想做一个可以互动的网页小游戏，它分分钟都能完成。如果你本身就是 Google Workspace 的用户，那你一定要关注一下这次 Gemini 最近的更新。现在的 Gemini 可以直接在对话框里生成 Google Doc 文档、PDF 或者 Word 文件。听上去可能觉得没什么，毕竟 ChatGPT 也能生成文件，但核心的区别在于 Gemini 的这种原生集成真的把丝滑两个字做到了极限。像 ChatGPT 虽然也能连接到 Google Drive， 但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数据的搬运，而在 Gemini 里你会发现新生成的文档不是孤立的。当你点开这份 Google Doc 文档进行详情查看时，你会发现最底下有一个蓝色的 Gemini 图标，这就意味着你可以在文档里继续和它聊天，让它帮你原地修改和优化。如果你觉得侧边栏更顺手，也可以点下按钮把 Gemini 调整到右边去。比如你选中了一段内容，直接对它说帮我把这段内容改得更专业点，或者说帮我润色一下这段表述。它在优化完之后会给你一个非常直观的修改对比视图，你可以像审阅文档一样选择接受或者拒绝它的建议，甚至在这里你还能直接让它生成图片，比如通过集成好的 Nano Banana 能力生成图片之后，根据需要直接插进当前文档就行了。而且非常不错的一点是，这种同步是完全全自动的，因为这个文档本身就是在你和 Gemini 的聊天过程中生成的，它天然就是这段对话历史的一部分，所以你在文档里做的任何修改， Gemini 都能自然而然地加载到最新的内容作为上下文。这样当你切换回主聊天窗口之后，你们可以继续接着最新的改动进行讨论。除了 Google Doc， 现在在 Gemini 的帮助下，我们和 Google Sheet 等这些数据工具进行交互也变得很方便。你可以直接对着表格进行提问，让它帮你总结数据或者抓取信息，而且如果你想对表格做一些改动，直接告诉它就行，省得咱们还得在那手动处理。不过这里我也要提醒一句，如果你是想要那种特别精确的数据计算，最好还是手动验证处理一下，毕竟大模型在不调用外部工具的情况下，算术这块有时候还是会有点瑕疵。等数据理顺了，如果你想做个可视化看板来展示，直接点一下咱们刚才所说的 Canvas 按钮，它立马就能帮你生成一个精致的数据仪表盘。这种丝滑的感觉也就只有原生集成才能体验到了。除了上面我介绍的两个，还有像 Google Slide 或者 Gmail 等工具都引入了 AI 相关的功能，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结合自己的实际使用场景去尝试一下。最后咱们来聊个重头戏，那就是 Notebook LM， 它现在已经正式合并到 Gemini 里面了。我们现在直接看左侧边栏，就能找到我们账号下面之前创建过的所有 Notebook。以前咱们在 Notebook LM 里面使用的时候，其实有个问题，那就是模型是没法选的，但现在并入 Gemini 之后，这个限制彻底打开了。你可以直接在对话框里引用整个 Notebook 知识库，然后再根据具体需求去对应的选择你期望的模型。而且你可以像以前一样灵活的添加信息来源，
不管是你本地的文档、谷歌云端硬盘里面的资料，还是直接丢一个网页链接进去，现在在 Gemini 的网页上都能直接进行处理。这就相当于你所有的个人知识库、那些 PDF 资料，甚至 YouTube 视频，现在全都变成了 Gemini 记忆库的一部分。当你在这里选中某个 notebook 之后，下方就能直接看到针对这个项目的完整对话历史，翻找起来特别方便。而且最绝的是，这两边的同步是完全互通的，你在 Gemini 里的这些对话内容也会自动同步并保存在 Notebook LM 里。也就是说，不管你在哪边操作，你的思路和记录其实都是实时对齐的。对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这次合并最大的意义其实是变相解决了 Gemini 长期以来缺乏项目管理能力的短板。以前 Gemini 的对话全堆在左边，如果你不安装插件，那么多了之后就会乱得不行。但现在，如果你想针对某个特定主题开启一个研究项目，你只需要通过 Notebook 来进行管理就行，整个工作流会变得极其清晰。当然 Notebook LM 的玩法其实还有非常多，要是大家对这块感兴趣，可以在评论区里多留言，回头我专门再出一期视频来进行分享。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不想错过更多的 AI 实用技巧，别忘记点赞和订阅。我是俊旺，我们下期再见。